时间或许并不存在，你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物理学家用了100年，终于承认一个让所有人崩溃的真相：时间根本不存在。你以为的现在，其实是大脑骗你的幻觉。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你被骗了，而且骗了你整整一辈子。物理学界用了100年，终于承认了一个让所有人崩溃的事实：时间根本不存在。你看到的每一秒流逝，其实都是大脑为了防止你发疯而精心编织的谎言。1955年，爱因斯坦在临终前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被物理学界奉为圭臬的话，直接把人类的生死观粉碎了。他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咱们先来做个测试，你现在伸手摸一下桌角，或者敲一下屏幕，你感觉这是即时发生的，对吧？错，大错特错。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发现，揭开了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细节。你的大脑在接收视觉信号、触觉信号，然后处理它们，再到你产生我摸到了的意识，中间有着大约 0.5 秒的延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以为的现在，其实是 0.5 秒之前的过去。你就像是在看一场永远慢半拍的直播，你永远无法捕捉到真正的当下。那这 0.5 秒去哪儿了？被大脑剪辑掉了。大脑为了让你能正常生存，帮你自动补帧，强行制造了一个连续的现在感。所以你所谓的活在当下，从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看，完全是个伪命题。你其实是在时光的尾巴上跌跌撞撞地追赶着幻影。那如果时间不存在，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就要说到那个让无数物理学家夜不能寐的块状宇宙理论。把时间倒回300年前，牛顿说，时间像一条河，均匀的流淌，一去不复返。这很符合直觉，对吧？但在1905年，那个在专利局上班的26岁年轻人爱因斯坦，拿着一支笔，把牛顿的世界观撕了个粉碎。他提出了相对论，他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叫时空。在这个理论里，宇宙不是一条流动的河，而是一块巨大的凝固的冰，或者说一块巨大的琥珀。想象一下，把你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像拉面条一样拉长，放进这块冰里。你的婴儿时期，你的青年时代，你的衰老死亡，其实同时存在于这块冰的不同坐标上。这就像一部电影胶卷，那个在屏幕上哭泣的角色以为自己在经历磨难，但如果把胶卷拉开摆在桌子上，第一格的哭和最后一格的笑是同时印在上面的。没有所谓的流动，只有静止的存在。这听起来太反直觉了。来，我给你举个鬼故事级别的例子。假设在距离地球100亿光年的地方，有个外星人骑着自行车，如果他朝着远离地球的方向骑，哪怕速度很慢，根据相对论的同时性原理，他的现在切片角度会发生变化。这一变不要紧，在他的时间轴里，你的现在可能对应着地球上秦始皇登基的那一刻。而如果他掉个头朝着地球骑过来，他的现在可能瞬间就跳到了你死后几百年的未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秦朝、你的现在、你的未来，对于宇宙中不同的观察者来说是同时存在的。那所谓的过去没有消失，所谓的未来也早就写好了。你的人生剧本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印在那块胶片上了。你可能会问，如果一切早已注定，那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别急，物理学没你想的那么绝望。1967年，物理学家惠勒和德维特写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方程。这个方程试图统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当他们推导完公式，所有人傻眼了。方程里居然没有时间这个变量，这就像你编写了一套超级复杂的计算机代码，跑起来天衣无缝，但你突然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时钟这个指令。在宇宙的最底层，时间居然是个多余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时间流逝的感觉啊？
这其实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作祟，也就是著名的熵增定律。宇宙总是从有序走向混乱，杯子碎了，人老了，尸体腐烂了，这是不可逆的。你的大脑作为一台化学反应机器，只能记忆高熵的状态，这种只能记住过去无法预知未来的不对称性欺骗了你，让你以为时间在流动。但到了微观世界，连这种决定论也被打破了。18世纪有个数学家叫拉普拉斯，他说如果有个智者知道宇宙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他就能算出未来的一切。这就是可怕的拉普拉斯妖，意味着宿命论。但在量子力学里，这只妖被杀死了。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3位证明量子纠缠的科学家。他们证明了微观粒子是随机的，是不可预测的。你下一秒是左转还是右转，不是写好的剧本，而是扔出去的一枚骰子。这就引出了最浪漫的多世界诠释。宇宙这块琥珀可能不是一整块，而是像千层饼一样无限分叉。在你犹豫是关掉视频还是继续看下去的这一秒，宇宙分裂了。在一个宇宙里，你关掉了手机睡觉，在另一个宇宙里，你点了个赞。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高维空间里同时发生。这哪里是宿命论？这是给了你无限的可能性。既然时间不存在，那我们该怎么面对死亡？这可能是物理学给人类最温柔的情书。咱们还是用那个胶卷的比喻，你的一生就是一卷长长的胶片，那个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帧画面和那个刚出生啼哭的第一帧画面是并列存在的。当你看着最后一帧时，第一帧里的婴儿并没有消失，他依然在那里，在母亲怀里哭闹。所谓的死亡，只是你的意识读完了这卷胶片，而不是这卷胶片被烧毁了。爱因斯坦在他的挚友米歇尔·贝索去世时写过一封著名的信。他说，对于像我们这样相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持久顽固的幻觉。那些先我们而去的人只是在旅途中稍稍领先了一步。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差点掉下来。领先了一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逝去的亲人，你爱过的那个人，他们并没有消失在虚无里，他们被永远封存在时空的某个坐标点上，就像被封在琥珀里的昆虫，依然保持着生前的姿态。只要你计算出那个思维坐标，他们就依然在那里笑，在那里哭，在那里等你回家。我们之所以悲伤，是因为我们被困在了播放器里，只能看到当前的一帧。如果我们能跳出4维时空，站在更高维度的上帝视角看，你会发现没有人真正死去，也没有人真正离开。整个人类文明就是一座错综复杂、宏大壮丽的4维雕塑。你现在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在为这座雕塑增加一道不可磨灭的纹理。所以别再为了失去而焦虑，也别为了终点而恐惧。时间不存在的真相，不是为了证明宿命，而是为了赐予永恒。物理学家告诉我们，那些美好的瞬间从未真正逝去。你童年的那个夏天，蝉鸣声至今还在那个时空坐标里回响，你初恋时的心跳至今还在那个特定的维度里剧烈跳动。你回不去，但他们从未离开。所谓的永别，不过是我们读到了书的下一页，而他们留在了上一页。书始终是完整的，那些你以为失去的东西，只是留在了琥珀这块固体上，某个我们暂时走不到的地方。在这个凝固的宇宙里，每一个瞬间都是永恒。你不需要挽留时间，因为你本身就是时间的一部分。